怎样的坎坷？请看看。在相处的过程中吧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给了我很多安全感，但是有一个人的出现让我觉得很难受。反正那个女生的介入让我觉得，难道我跟他在一起2、3年什么都不是了吗？他到底算个什么呀？就这样，我觉得起码他也得给我一个交代吧。就算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也给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一个交代。还是他，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？你为谁在争吵？感情出现了一个第三方的介入，需要有一个交代。接下来我们先请出2位女主人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佳佳23岁，来自浙江，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公关。文文22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舞蹈老师。谈了多久了？跟男朋友？谈了3年，关系特别的好，我们也挺稳定的。今年过完年回来以后，我男朋友完全就变了，打电话他也不接，我找他人也找不到。前段时间他就彻彻底底的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后来我就通过我的朋友知道了他的出现，我觉得就是他破坏了我和我男朋友的关系。你们存在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，而我跟小翔，我们现在是朋友。我就想问你一句，你有道德底线吗？我怎么没有道德底线？你有自己的原则吗？你跟小翔之间，你知道他有女朋友吗？你跟小翔之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？你为什么不从自身去思考呢？我觉得我没有问题。那小翔为什么在我这说你们俩之间种种的矛盾呢？我觉得你没有资格在这说我跟我男朋友之间的问题。好，那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介入让我跟我男朋友之间有了裂痕。是我的介入吗？我跟小翔从小就认识了。我问一句啊，佳佳，你现在跟她男朋友小翔到底是个什么关系？我跟小翔从小就认识，因为他父母来浙江做生意，我们双方父母因为有合作关系，我们小时候就认识，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特别的熟。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双方父母都来北京了，在一次饭局上想跟我们做介绍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会有出去，就比如说看电影啦，去逛街之类的。那你知道他还有个女朋友吗？我知道，我喜欢小翔，我承认。但是之前只是朋友，他现在完全不承认他自身有问题，他完全把责任推给了我跟小翔。我跟小翔之间，我觉得是明明白白的。不是，你先说你现在跟小翔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吧？我跟小翔就是朋友，只是我喜欢小翔。你们俩就是吃吃饭、看看电影是吧？对。也没别的。没有太过的亲密。你也知道他有女朋友对吧？对，我知道。那你觉得你现在介入合适还是不合适？我很坦然，我觉得我喜欢小翔，我没有错，我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。但是小翔之后是怎么抉择，我觉得那是小翔的事情。你真的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也没有从中去破坏他们什么东西啊。如果他们愿意继续的话，你退出吗？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再在一起。如果人家愿意继续呢？你为什么说的那么肯定呢？还有双方父母的原因。双方父母怎么了？小翔的父母其实并不喜欢他，他们觉得文文配不上小翔，所以让着我配不上他呀。我觉得你没有资格这样说我，感情是2个人的事情，他愿意我也愿意。问题现在小翔不愿意啊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愿意呢？我基本感觉你已经胜券在握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了解过他们之间很多事情，小翔也都跟我说了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，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们现在的状况。如果文文再是这样的态度下去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俩基本就是不可能。那你帮帮他吧，你看他怎么改，小翔能跟他可能呢？你那么了解他。我觉得我不用他帮，他根本就没有安过好心。他既然是这么说的，我也没办法。那我想这样好不好？您去休息好吗？请休息哈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请上小翔。小翔的资料上是24岁，来自湖南的，是公司职员。对，这是文文，跟你的关系。你说呀。女朋友吧。现在承认她还是你女友是吗？没分手吧？那刚才那位呢？好朋友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我一直在找你。
你就这样一声不吭的消失了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你能怪我不理你啊？我没有做错，我觉得我没有错。行，你们都说他做错，他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说说。这个女人太爱慕虚荣了。我怎么爱慕虚荣了？你总是把钱放在第一位，你的面子是最要紧的。我现在都觉得，如果真的是一个很穷的人，你压根儿就不会理我。可能在你的世界里，金钱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怎么个意思啊，兄弟？这话就是他本来就没什么钱啊，要装得很有钱。我没有装。那你本来很有钱吗？我从来没有跟别人炫耀过什么。不炫耀，那你干嘛抢着买单？你自己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我说了，那是买什么单？我自己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。不是，这跟他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这样的，其实他每个月生活费就1000多，然后经常我们出去玩、去唱歌、去吃饭，他都要抢着买单，好像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自己非常有钱，可是他其实没有钱，因为他没钱，所以你就不喜欢他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因为从大学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家庭情况还不错啊。后来是我去他老家，我想去见他，给他一个惊喜。小，你不要说。我为什么不说？这是我家里的事情，我不想在节目上说我家里的事情。你家里的事情也关系到我跟你之间感情的问题。这不是根本问题，根本问题是你现在出现了第三者，而不是我。根本问题就是你爱慕虚荣。去老家怎么了？就他家里穷，是这意思吗？其实穷不穷没有关系，我喜欢是他这个人，但是那不就行了吗？但是他装有钱啊。他花你很多钱吗？他没有花我很多钱，但是我心里就是不舒服啊。如果我跟他结婚，他还是这样，那怎么办？以后我可以说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真的没有说贪过他什么东西，图他什么东西，而且我们俩分得很清楚。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是在图我的钱。我花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。是你之前我觉得我没有在你身上图过什么东西，任何一样。你也是瞒着我去挣的，对吧？你也是骗我去挣的，是吧？什么事儿又骗你了？我们交往之后，就本来周六周日应该出去逛逛、玩一下、看看电影什么的。他说他家里管得严，然后一定要住他北京那个什么叔叔家里。结果他天天都是去外面打工赚钱。我没有说我想要去刻意的。你把你的原因说出来。我不想说。是没脸说。哎，你怎么对他这么不好啊？他什么原因啊？跟脸不脸有什么关系啊？尊重他一些行吗？怎么了，姑娘？说出来，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出出主意呢。这跟我的家里有关系，可是我不想说。就是家里需要你打工来补贴是吗？不是。来，张老师给你送纸来了。谢谢老师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去年的时候暑假我去他家里，我说去看看你的父母吧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已经见过我的父母了，然后他就拦着，找各种借口不同意。我说那好，我们以后也不要再见面了。他就说把事情的原委全部都告诉我。其实他从来学校之前开始家里经济情况就很糟糕了，然后却一直装成是一个富家千金的样子，而且一装就是装了几年，我中间一直都没有发现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你受不了他骗你是吧？对，其实我有想过跟他结婚，我母亲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女生，就感觉太妖媚，反正之后就一直搁着。方不方便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以前我们家里条件在当地算是特别好，就是家里有自己的酒店，然后07年的时候吧，我爸就听他的朋友跟他说，让他投资去做房地产，而且第一笔投资
就支出了很多的钱，后面就是被骗了。那段时间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特别大难过的坎儿。我感觉我爸爸一夜之间苍老了好多，因为小的时候我妈就是挺宠我的，把我放在当地特别好的私立的学校，那个学校的小孩都是很有钱的那种。家里发生过这种事情以后，我不敢跟班里的同学说，就打你内心，你不愿意接受你父亲生意失败而带来的家庭情况的窘迫。对，你认为他用这样的手段和方式欺骗了你，是吧？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欺骗他，还不是欺骗？你已经骗了我2次了，行不行？他还骗过你什么呀？之前这一次，其实我们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联系，我本来就想这么跟他分手的。然后，说实话，我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。我就想，如果他能改掉这一点，其实他别的方面都挺好的。我就问他愿不愿意改，他自己当时非常坚定、非常肯定的回答我，他愿意。结果呢？结果完全没有改，而且变本加厉。他干嘛了呀？出去吃饭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从我这儿拿了钱，然后要去买单。我有我自己的原因，1次2次就够了。但是你那些朋友，如果只是用金钱交换来的，那只是酒肉朋友。我不想被别人冷眼，真的。你没有体会过那种被群体孤立的感觉，我害怕失去朋友。听明白了，但是看不懂了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她呀，就是从小到大小公主嘛，是不是？有钱有惯了，完了以后呢，家道中落了，这很正常。但是你适应不了，或者是你身边那些所谓的朋友适应不了。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小嘛，而且都是我上高中就学艺术的，然后女孩在一块儿花钱，就是我现在觉得是挺大手大脚的。对，那个时间过去了，你已经不是高中的时候了。对，上了大学，你何必再装呢？因为我高中的时候，我曾经一个我特别信任的朋友，因为我家出事了以后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然后我们那时候高3艺考出去在外面，我觉得我跟他相依为命，我挺看重这个好朋友，我就跟他说了我家里的情况。然后因为可能有一次在班里我们俩有个小冲突，他就当着全班所有人的面就诋毁我，说我家穷的不行了都还在这儿装呢，说我父母什么都说我跟他借钱，我从来没跟他借过1分钱。所以你受了这种伤害之后，你就觉得不能被别人瞧不起，对吧？你依然在用自己拼命打工、偷摸打工，然后买单的行为，撑着自己所谓的面子，让大家瞧得起你。不是你们家有钱没钱的问题，是你对待金钱的态度问题。你那帮朋友仗着你买单才跟你交往，有什么任何意义吗？我害怕，我没有安全感。我一直听那个小翔说他女朋友贪慕虚荣嘛，我比较笨，我一直没有听懂到底谁在贪慕虚荣。我一直在听这个女孩说她自己打工挣钱，然后自己去买单，不花男人的钱，这是贪慕虚荣吗？我听这个男孩第一次跑到他家去，觉得他你家好穷啊，你骗我，然后回头就走了。究竟谁在贪慕虚荣？谁嫌贫爱富？那个不是因为我知道他家，你是说他骗你嘛，对吧？但是你觉得他这个骗你之后，你那么强烈的反应是为什么？如果他本身是一个穷姑娘，突然之间他们家特别有钱，你还会觉得他骗你吗？骗人当然是不好的，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你的。但他这骗人这个动机，一方面是他以前受到伤害啊，另外一方面是他身边的男人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他是花的没有钱了，借钱然后去买这个单，去撑着这个面子。他有还你钱吗？为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？有。2、1，请开门。
我要残酷的忧伤，不要美丽的捆绑，我要。